我们通过这个花瓣的形状启发这个花瓣上面的花瓣很多碎的然后这里有一个花蕾这个花蕾已经掉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再增加出来。虽然它掉了，我们也可以把它画出来。下面这个花瓣的块面很大，我们用大块面来表现它用大笔触来表现它。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浓淡干湿水分多的，像刚才我们画的那个水分很多，画成那种水墨淋漓的感觉写意画最关键的就是浓淡干湿，没有浓淡干湿就表现不了这个水墨写意的水墨淋漓的感觉我们来先画一下这件大的花瓣，小的花瓣块面大小整碎用一种书写性的状态书写性的状态来表现它。毛笔是立起来的，不是放下去的立起来的毛笔，把它画出各种不同的形状出来。笔笔相连，这些花瓣都是聚集到这一个中心部分这个地方是长花蕊的。然后我们还有宽窄这些形状的变化，花瓣的组合要分组。好，我们继续画这一组出来以后，那么下面还有一组，这一组比较大，那么大的这一组我们要用浓淡比如说现在我们调的颜色就少一点，水分也多一点这个水分这个颜色少一点然后画下面这一组，我们用宽窄来表现它。这个很宽，这又是一组通过用笔的不同出现虚实，块面，这里还有一些小的侧面这些小的侧面也是很好看的我们从上面延伸下来这是一组小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用笔的方向也让它来一点变化，不要让它都一样增加一些动作，出现这种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虚实淡的里面也有东西这是右边的这一组，那么左边这一组好大的花瓣等一下我们画几个大家伙这一边画可以一边调整一边调整这个花瓣的造型，因为它是已经掉了一些花瓣，所以它的姿态各种各样的姿态非常漂亮所以我们画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加强它的这种状态这是下面，然后我们把上面画一下。上面我们的画重一点因为我们下面要画的比较淡，所以我们要让它的对比加强加大，这个也要夸张一点夸张一点但是这个花瓣在正上方的这个花瓣我觉得不好看我要把它改变一下
我把它画到旁边来，改变一下它。左边可以出现少量，要有一些左右大小不同，出现这种状态已经可以了啊。我们再增加一下，这些地方还有花瓣淡一点，笔尖加点水。这后面还有一层淡一点的它又出现一个层次。我们尽量的让它丰富，尽量让它东西多一点，然后我们再去慢慢的过渡到下面这个大的花瓣大的花瓣也要像这样的花瓣，侧面我们来几个漂亮的形状，我们再去画淡的要不然等下它有一个没有接上要不然它不够好看。我们先来几个不同的形状这样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画水分比较充足的让这个花有这种水墨淋漓的感觉，水分加大了多一点水然后水头非常大，把笔压扁这个笔已经马上水就要掉下来了，加大夸张一点，加点水，夸张一点这样它就会出现这种状态，浓淡干湿我们要把它加强。刚才这几个笔触很重要，因为这个淡的出现干了以后，这些笔触它还在如果没有它直接淡的肯定就不好看。这边可以增加一个外形增加一个变化，水分非常多现在这个水分一直在走了。那么这个姿态我觉得还可以变一下我们可以把这里这样增加一个节奏是不是更好？要不然感觉有点缺口。这边我们也可以再增加一个大的，水头大一点胆子要大。这样它就会出现这种浓浓淡淡在这些淡的里面，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些重的笔尖加一点重的，让这些淡的里面也出现一些重的，让它和这些重的有一个呼应。这些地方也可以来一点，少量来一点这个地方有点平，跳一个出来，打破外形，来一点小的配衬这些小的很重要因为有它们这些块面大的才显得更宽才显得更大。要不然它就会都是宽的它就会有脱节这些重的，右边重的，左边淡的，这些淡的是不是太多了？我们可以在里面再增加一点重的，这个是后期调整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淡的里面增加一点重的，这些就是为了调整，就在这里面也可以增加让这个重的和这个淡的中间，比如说我们这里来一半因为它还是湿的，你画的时候它干了以后它肯定没有这个重，所以我们要让它表现这种层次感多出现，尽量的多尽量的让它有层次现在就差不多了这个花瓣的形状
左右啊，宽窄、外形啊，这些花瓣都是一层一层的透过去的。我们在这边继续把这个皇冠画一下啊，笔尖加藤黄、山绿、朱标。这个皇冠呢已经掉了啊！刚才我拿下来拍照的时候，啊，你看这里还有一颗，只有这一小颗，啊，我们可以夸张一点啊，我们可以夸张点，这个把它画的比较小，啊，小一点显得精致啊。这是一个。旁边再来一个小一点的，啊，一般画3个啊，3个有大中小就行了。啊，这样有一个有大中小的一种关系，然后我们再去增加。啊，这个里面我们要把它画的重一点，因为等下我们要点花蕾啊。但是这个重不要去填死它，也是一笔一笔的去表现啊，不要直接就把它框完。因为等下我们要点这个花蕾，点到这些地方，也是一样要有大小。好，这样它就会出现不同的这些造型。啊，这个接下来这个缺口很重要，我们就留着它啊。然后这里有一点平排了，感觉有点缺口啊，我们可以增加一个花瓣上来，打破一下。啊，这样它就会凹上去一点，再下来。还有一个，这2个这个开口一样大，啊，我们要补充一个啊，不要让它都一样。我们可以在这里左边或者右边啊，稍稍加一点，不要让它2个开口一模一样啊，再加一个大一点。啊，这里就小一点了。啊，这个开口就留着了，上面这个开口就小了啊。这是后期调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步啊。就初学的可能你就不知道怎么加啊，不加又感觉不够，加了又不好看啊。啊，这样的形状它就会非常的丰富了，啊，这个水韵也是非常的足。然后我们把这个花蕾点上啊。啊，要不要放近一点啊，家人们？要不要放近一点，给大家能看我怎么点花蕾啊？放近一点啊，要不要？啊，要是吧？要，那我放近一点啊。大家看一下这些水韵，刚才这种用笔的水分非常多的，现在剩下的全是笔触，不同宽窄、不同浓淡的笔触，它们在一起是非常有这个层次感啊，以浓淡、大小、疏密的表现方式
来表现这朵花的形状啊，而不是把它画得很像的那种啊。我们来这里点这个花蕊啊。这个花蕊它已经掉了，还剩一点点，我们可以多画一点点啊。这个点花蕊我们要把它点在这个旁边啊，我们感觉从这里它还长了一点出来啊，比如说我们从这里长了一点出来。但是这个不要太长啊，让它小一点，不要太长，太长它也不好看。让它有这样的分组。先点一点啊，先这样画一些线。然后左边这里让它有一些穿插，中间这里，我已经分成3组啊，这一组是这样平的，这一组是有交叉的，这一组是把它分成2个来画啊，它们的这3组的都不一样啊，这3组都不同，然后我们在里面再去这个基础上面再去点。打一些点，这个点要打上去啊，画出不同的形状，打上去，不要点得圆圆的，圆圆的没精神这样打上去的。也是分组，每一颗都是这样写出来啊，一颗一颗的打。来注意疏密，我们这边就少一点，这边少一点，不点了。把之前多的地方可以再增加，这样它就有一个多和少的一种对比啊，不要点的一圈都一样。点到这里我就不点了，就让它松的，这边就很多。然后外形可以打破一下，好，这朵花就完成了啊。给大家看一个完整的这样看一个完整的近距离。